如果你觉得恶魔城月轮的斗技场难度很高，没办法顺利通关的话，可以参考看看这部影片。今天这支影片会分享斗技场的打法，利用各种套路来轻松打败敌人。第一个房间，除了直接丢十字架对付之外，也可以节省爱心用普攻打。往右移动，让他们分开来，就可以个个击破。另一个更简单的打法是在进入房间后，可以在法力归零之前马上放技能来解决。第二个房间可以尽快解决掉空中的敌人，就可以站在左边的高处，地上的敌人就无法攻击到。但如果无法马上解决掉空中的敌人的话，还是要到右侧才能比较好闪躲。第三个房间一开始会有一个风恶魔，如果往右侧移动去闪躲的话，会引到后面更多的敌人，所以最好是在左侧就先解决掉它。后面的另一个风恶魔单独对付就会比较好打。这里一个重点是，它会跑到你的正上方停下来才开始攻击，所以一开始要先把它引到左侧对付，才不会吸引到右侧其他的敌人。闪躲它攻击的方式，就是在它的背后算准时机跳起来。如果第一个风恶魔没有办法立刻解决掉的话，这里展示一个可以在正面闪躲的方式。在左侧靠近门边，算准时机往右使用冲撞。第四个房间很简单，只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，就是时装甲投出去的石头掉落破碎也会造成伤害，所以有需要可以用旋转鞭子击碎石头来防御。第五个房间是一堆杂鱼，但是想要安全的解决它们的话，一个方式是使用十字架回转。一进门就要立刻回头跳起来投出一个，在地面再投出一个后蹲下。另一个方式是使用滑铲，快速使用2次后往回1次来躲闪电，然后再向前3次后往回1次闪躲第2次的攻击，等安全后再往前持续滑铲，就可以清除地面所有敌人了。第6个房间，一开始先解决掉前面地面的敌人，就可以专心解决火恶魔。只要站在它前面一点的位置，它的小火焰就打不到你，而大火焰可以用旋转鞭子来防御。第7个房间，一直滑铲就好了。第8个房间，一开始要十字架尽速解决掉前面的毒装甲，然后在第2个毒装甲靠近之前解决掉天空的敌人。第9个房间没什么好说的。第
第10个房间，一开始要快速解决掉前面的木偶，再解决上方的。另一种敌人速度较慢，可以最后打。后面一样，地面的木偶建议用十字架先解决，空中的就可以用普攻对付。第11个房间，这应该是最难的一关哦。我采用的打法是把敌人拉到右侧后，再到左侧消灭少数敌人，之后就会比较好打。冲刺跳跃最多跳过3个敌人，要安全的到左侧，必须打死中间的一个敌人。我这时的等级要丢4个十字架才能打死1个敌人，制造出空隙。下面的打法刚好可以丢出4个十字架，一进去之后立刻丢1个十字架，然后跳起来，在落下过程中算准时机丢出十字架的话，可以连续丢2个。但因为一次丢2个十字架花费时间太长，用普通的跳跃可能无法闪过这次的攻击，所以这里使用高跳来闪躲。落下后可以丢出第4次。另一个简单的打法是使用恢复法力的道具，像是在第1个房间一样，在法力归零之前可以放1次技能。如果有雷鸟的话，应该可以快速消灭敌人。这个方法其实每一关都通用，如果你道具很多的话，其他比较难的房间也是可以使用。第12个房间，一开始先用十字架快速解决掉地面的敌人。空中的魅魔行动没有规律，只能想办法消灭掉。注意不要往右边吸引到更多敌人就好。第13个房间弹幕闪躲方式是躲在门口右下角，在快被打到之前，用高跳贴在天花板上。前排上下的恶魔之王消灭后，快速跑到第2排上面的恶魔之王正面近距离的地方，就可以安全的贴脸打。第14个房间，先打死最前面的敌人，后面的就可以用十字架回转的特性，一次全部消灭了。第15个房间，要先快速的解决掉柱子上的敌人，才可以安全的跳跃闪避恶魔装甲的攻击。
在靠近第2个恶魔装甲之前，可以利用十字架回转的特性，消灭远处的柱子上的敌人。第16个房间突然变得很简单，蹲在地上攻击就可以了。第17个房间对付恶魔的套路就是站在离他较远的一段距离外，他就会举手使用火焰上下攻击，这时候近身就可以安全的攻击他。另一种攻击模式也是举手，但是会是出现一个盾之类的东西，但如果及时冲入近身，就可以安全的攻击他。第3种攻击模式是会浮起来，在周围出现火焰，看到它浮起来就要马上跑。第4种攻击模式是地面上会出现一排火焰，可以2段跳后加高跳贴天花板来闪开，落下的时候攻击它一下。完整的斗技场通关过程也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影片。今天的影片如果有帮助到你成功通关的话，也别忘了回来留言分享哦。